今天我们不谈都市的璀璨灯火，而要带大家走进台湾隐藏的淳朴角落。一座座小镇散落在宝岛的山海之间，风景如诗如画，静静述说着历史与人文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盘点台湾最美的10个小镇，去过3个算你厉害，若是全都踏遍，实在太幸福。准备好了吗？我们从第10名开始，一路揭晓这些迷人的小镇。第10名，关山小镇。位于花东纵谷南端的关山，是个用稻米孕育出来的小镇。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而一把好米往往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气质。在台湾东部的关山，没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也没有华丽的观光包装，但遍野的稻田和肥沃的土地始终散发着迷人的稻香气息。关山出产的米粒晶莹饱满，被誉为花东纵谷的米仓之一。一盒小小的关山火车便当，装的不仅是香 Q 的白米饭，更是四季丰饶的缩影。春天嫩绿，夏日金黄，秋收飘香，冬藏静美。稻田随季节变换色彩，仿佛大地调色盘。在这里，土地与生活的距离被拉到最近，村民每日与田野为伴，看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淳朴慢活的日子。走进关山镇，映入眼帘的是悠长的环镇自行车道，这是全台第一条环绕小镇的自行车路线，全长约12公里。踩着单车缓缓前行，微风夹杂稻香扑面而来，沿途可见翠绿稻浪此起彼伏，偶尔有白鹭丝毫不怕生地在田中央踱步。远处中央山脉清风绵延，另一侧海岸山脉遥相呼应，把关山夹在中间，如世外桃源般宁静。关山亲水公园也是一大特色，园内溪水蜿蜒，小桥流水，常有家长带着孩子戏水纳凉。傍晚时分，夕阳将余晖洒在水面和稻田上，金光点点，美得令人屏息。关山的街道承载着历史的痕迹，日治时期这里曾是台东仅次于台东市的繁华城镇，至今仍保留着关山旧火车站、日式宿舍群等古朴建筑。你可以参观关山警察史记文物馆，就藏在现今派出所内，看看100年前的警察宿舍、老照片与文物，仿佛穿越时空，听见昔日街道上人力车展过的声音。走累了，不妨到由碾米厂改建的米国学校坐坐。别误会，这里不是美国学校，而是取米之国度之意的观光景点。踏进充满稻香的米国学校，映入眼帘的是一代代饱满的稻谷与老旧碾米机器，仿佛诉说着关山米产业的兴盛历程。来到关山，一定要品尝现做的木盒关山便当，用当地米饭配上家常菜肴，木盒一打开，扑鼻的米香伴着柴鱼卤味香气，瞬间唤醒味蕾。对许多游客而言，一盒小小的关山便当就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试想，在稻浪起伏的原野上，大口嚼着米饭，那种满足感有多幸福。在关山，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清晨时分，薄雾缭绕田间，小镇人家炊烟袅袅。正午阳光下，勤劳的农夫带着斗笠在田里弯腰插秧。入夜后，满天星斗映照静谧的村落，偶有虫鸣此起彼伏。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匆忙，取而代之的是土地与人情的温度。关山小镇以最平凡朴实的风景，带给旅人心灵深处的感动。或许你会发现，在稻田间漫步，远比待在高楼冷气房里更让人神清气爽。当你踩在关山的泥土上，感受脚底传来的阵阵凉意与柔软，你会明白土地真实的力量。这个用米养大的小镇，低调而富饶，它的美不张扬却直抵人心。有人说，来关山旅行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寻找失落的纯真与宁静。当你离开时，心中那份对大地的敬意和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将久久不散。第9名，鹿港小镇。一府二鹿三猛侠，在清代流传的这句俗谚中，排行老2的鹿港见证了台湾昔日的繁华。鹿港位于彰化海边，名字源自早年贸易的特产鹿皮和鹿肉，亦即鹿仔港。清朝鼎盛时期，鹿港曾是台湾中部最重要的商贸港口和文化中心，一度繁荣富庶，人口数和商业活动之热闹仅次于府城台南，甚至超过今日台北的万华。
那时候，来自泉州和漳州的商贾巨富在此聚集，帆船云集于港口，街上店铺林立，货站堆满各式南北货，庙宇香火鼎盛，呈现出一时之盛甲于全台的荣景。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河道淤积和港埠转移，鹿港渐渐褪去了港口光环，时光仿佛在此停住，留下一座保存完好的古色古香小城。漫步鹿港老街，如同走进时光隧道，窄巷青石板路两旁是一栋栋红砖老屋和雕花木窗，头顶的骑楼屋檐低垂，连成一线，走在其中仿佛不见天。不见天街是鹿港古建筑一大特色，因为早年沿海风沙大，居民在骑楼上加盖遮阳板，形成顶部几乎封闭的小巷，白日漫步其中也觉昏暗凉爽。这独特的建筑设计既是为了抵御风沙，也提供了邻里遮蔽、烈日闲话家常的空间。你走过悠长的不见天街，仿佛能想象当年妇女们躲在骑楼下纳凉织布、小贩挑担、沿街吆喝的场景。古巷深处不时传来木屐咔嗒的声响，映衬着日落时分斜照的橘红色阳光，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闲适。鹿港处处是古迹，短短几百公尺范围内就有龙山寺、天后宫、11楼等众多历史建筑。其中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鹿港龙山寺，被誉为台湾现存最精美的清代寺庙建筑之一。漫步进寺内，亭台楼阁飞檐翘角，木雕、石雕、砖雕巧夺天工，连天井里的金鱼都似乎在向游人点头致意。光线透过屋顶雕花的八卦窗洒落，让人惊叹古人匠心。相传龙山寺有一府二鹿三猛侠，龙山寺香火甲台湾的美誉，可见其地位之重要。鹿港天后宫则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之一，据说供奉的妈祖神像是在明末由福建梅州迎请渡海而来，数百年来庇佑着当地渔民与商旅。每年农历3月绕境进香时，鹿港街头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热闹非凡，信众如织，让人感受到小镇深厚的信仰文化。除了宏伟的庙宇，鹿港还藏着许多小巧而迷人的传统建筑。半边井就是其中有趣的景点之一，一口古井竟然只盖了一半。原来古时2户人家比邻而居，各出一半地，盖了这口共享的水井。如今半边井静静地伫立在巷弄转角，井水清澈，倒映着蓝天白云，也映出古早人家睦邻互助的生活智慧。老街上还保留着几家老字号的灯笼店、中药铺，门口高挂色彩鲜艳的手绘布灯，店内飘来阵阵药材香气，仿佛置身100年前的市集。工艺名师们则藏身在不起眼的巷弄里，专注雕刻木窗花、捏塑面人、制作传统乐器，一刀一笔都在延续鹿港过往的荣光。鹿港之美不仅在于静态的建筑风华，更体现在活色生香的传统文化。走累了，不妨品尝鹿港的古早味小吃，一口咬下虾喉、虾丸，满嘴海味弹牙爽口，再来块牛舌饼或凤眼糕，细细体会饼香中透出的岁月滋味。黄昏时分，坐在老街转角，手捧一杯清凉的青草茶，看着夕阳把巷尾的壁瓦染成金红色，小镇缓缓进入夜晚。此刻游客渐少，老街恢复了宁静，只有风铃随晚风轻响和猫咪悠闲踱步的身影。鹿港的小巷仿佛有魔法，走着走着你会忘记时间。每一道斑驳的墙，每一扇紧闭的红木门，都像在低语诉说着往昔繁华与沧桑。有人说鹿港是一本活着的史书，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品味。在这里，你既可以追忆似水年华，也能体验慢活人生。当你离开鹿港时，那古朴悠长的韵味早已刻在记忆里，成为日后想起仍会微笑的珍贵片段。第8名，安平小镇。来到台南，一定不能错过富有历史风情的安平。这里曾是台湾开启文明与国际交流的大门，至今处处弥漫着古老与异国交织的气息。安平原本是一座小渔村，17世纪时因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而声名大噪。西元1624年，荷兰人在此兴建了热兰遮城，今称安平古堡，开启了台湾被记载的近代史。走进安平古堡园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段残存的红色砖墙和石砌城垣，上面爬满岁月的青苔，抬头可见一栋白色瞭望塔耸立，成为今日古堡的新地标。拾级而上，塔顶视野开阔，眼前即是无边无际的台江内海遗迹和安平港。几百年前，正是在这片海域，来自远洋的船只乘风破浪而来，带来香料、丝绸、瓷器，也带走蔗糖、樟脑、茶叶。安平港一时商舶云集，市集繁荣，中西文化在此碰撞交融。遥想昔日，炮台上炮声隆隆，那是郑成功率军在1661年收复台湾时的战斗场景。再看看今日，城楼上只剩和平鸽轻轻振翅，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只留下古堡静静地凝望大海。沿着安平石板路漫步，你会发现这里的街区布满荷兰、西班牙以及闽南风格交织的建筑遗迹。安平老街号称台湾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俗称延平街。窄窄的街巷两旁是低矮的砖屋，几家百年老店至今营业，有的出售传统甜点碰糖，老板拿着小铁锤将煮沸的麦芽糖浆敲打成蓬松脆甜的糖块，香气扑鼻；有的贩卖安平豆花、蚵仔煎等台南小吃，让人垂涎欲滴。最著名的莫过于周氏虾卷，新鲜的海虾拌以鱼浆和蔬菜，裹上豆皮酥炸，一口咬下，外酥内嫩，鲜香四溢。这滋味据说从日治时代一路传承至今，是多少游子记忆中的家乡味。边走边吃，仿佛每一步都能遇见惊喜。忽然，你会被一栋被大树入侵的建筑遗迹所吸引，那就是著名的安平树屋。这原是昔日英商德记洋行的仓库，如今整座建筑早已人去楼空，取而代之的是盘根错节的榕树，一根根粗壮的树根像巨蛇般紧紧缠绕屋墙，甚至穿破窗户探出墙外。屋内墙壁地板几乎全被树根覆盖。走进昏暗阴凉的树屋内部，阳光从破败屋顶的枝叶间洒落斑驳光影，感觉大自然正在温柔地接管人类遗迹。这景象令人惊叹，也令人省思。百年来沧海桑田，人去楼空，唯有大树守候，看尽盛衰。安平不只有古迹，还弥漫着浓浓的港口风情与生活味。黄昏时分，来到安平港湾边的运河堤岸散步，常常可见渔船满载而归的画面。渔民轻快地哼着歌，把活蹦乱跳的渔获搬上岸。不远处还有赶海的白鹭与海鸥在夕阳下盘旋，落日将海天染成一片金红，倒映在水面上，美得如梦似幻。许多人专程赶在傍晚来观西平台，为的就是一睹安平夕照的迷人景致。夕阳从海平面缓缓沉下，天空云彩不断变换色彩，最后一抹余晖映照在古堡与渔帆上。此情此景，难怪被誉为台湾八景之一。说到安平的历史人文，就不得不提郑成功与他的大军，以及后来的清朝治理和洋务开端。从郑成功时期建的义载金城炮台，到清代洋务运动建立的安平开山水道，台湾最早的自来水系统之一，都留下了重要遗址。事实上，台湾这个名字的由来正与安平息息相关。17世纪时，这一带被称为大原 Taiwan， 指的就是当地原住民平埔族社名。荷兰人据此音译出 Taiwan， 后来演变成整座岛的名称。可以说，安平孕育了台湾的名字，也孕育了台湾对外交流的最初记忆。夜幕低垂，安平的热闹并未散去。安平老街上华灯初上，几处街角的小酒吧和咖啡馆点起温暖的黄灯，有年轻歌手弹着吉他清唱老歌，歌声随晚风飘荡。在古堡附近的广场，不时有街头艺人表演杂技或画肖像速写，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掌声笑声此起彼伏。走进隐藏巷弄的一家艺品店，墙上挂满早年安平港的黑白照片和船舶航海图，店主人热情地讲述安平的旧事，从前这里有多少洋行，多少冒险家，又如何成就台湾的黄金年代。听着这些故事，仿佛连周遭的空气都浸润着历史的余温。安平是一座让人流连忘返的小镇，它的美丽不只是视觉上的，更是厚重的、立体的。
有历史的沧桑，文化的深度，大海的辽阔，以及居民的纯真笑容。你可以在同一天内感受征战古堡的悲壮，老街巷弄的温馨，港湾落日的浪漫，再以一碗担仔面或河仔面线作结，填满胃也温暖了心。有人说，没来过安平就不算真正了解台南，而我想说，来过安平就等于读懂了台湾的一段开拓史。如果说台湾是一首交响乐，那么安平奏响的必是一段悠扬的序曲，余音缭绕，令人回味无穷。第7名，苗栗苑里镇。接下来我们来到苗栗海岸边的一座恬静小镇苑里。苑里镇被誉为苗栗谷仓，广阔的平原上稻浪起伏，是苗栗重要的粮食产地。同时，这里也有一个美丽的称号，叫蔺草原乡，因为盛产一种名为蔺草的植物，并发展出独特的编织工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苑里的蔺草编织产业非常繁盛，编织的草席、草帽曾经畅销国内外。走进苑里小镇，空气中仿佛仍弥漫着淡淡的蔺草清香，那是晒干的草叶与海风混合的味道，格外清新。视野所及，一望无际的田野间不仅种稻，还布满了一齐齐细长的蔺草田。在夏日阳光下，勤劳的农妇们俯身在田里割蔺草，戴着宽边草帽的身影形成一道朴素的风景线。那些割下的蔺草被捆成小捆，架在竹竿上晾晒，绿油油的原野上点缀着一排排青翠的草树，在微风中摇曳，如同音符跳动，奏出丰收的乐章。苑里这个名字本身就散发着诗意。相传在清乾隆年间，当地曾有个谷地名叫湾栗社，因为村落田园美得如同花园一般，于是取雅字将湾栗改称为苑里，有花园之意。可见数百年前，这里已是物产富庶、景色宜人的乐土。漫步苑里老街，依稀可见当年风华。老街两旁保留着不少红砖砌成的传统建筑，门楣上同仁堂、元发号等锈迹斑斑的匾额，似乎在述说着早年米店、茂席商号林立时的兴旺。今日的苑里没有过度商业观光的包装，镇上节奏悠闲，居民多以务农、捕鱼为生。你或许会遇见赶集回来的阿婆，骑着脚踏车载满刚采摘的蔬果，或者巷口乘凉的老伯，笑容可掬地邀请你喝杯碗果茶。这样的真挚人情味，正是小镇迷人的所在。说到苑里的文化瑰宝，就一定要了解蔺草编织。走进位于镇上的蔺草编织展示馆，只见屋内陈列了各式各样的蔺草手工艺品，编织精美的草席、草帽、提篮、坐垫，甚至时尚感十足的蔺草包包，让人大开眼界。墙上一张老照片引人注目，那是一群戴着斗笠的妇女坐在门槛边编织草席的场景，双手翻飞，将一根根柔软的蔺草压扁、交织、拉紧，编出结实又漂亮的图案。这传统技艺在苑里流传了近300年，曾是当地妇女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日治时期，蔺草制品还曾大量外销，风光一时。如今随着工业化和塑料制品取代，蔺草编织虽不复往日荣景，但所幸在政府与职人们的努力下，这项工艺得以保存并创新。你可以亲眼看看阿嬷们现场示范编织，一双布满老茧的巧手灵活地穿梭于草叶间，不一会儿功夫，一顶俏丽的草帽或一张小坐垫便雏形出现。那沙沙的草编声仿佛在向人们倾诉着草茎与岁月交织的故事。若有幸，你还能买到当地品牌推出的蔺草创意商品，无论是编织图案更精致的手提包，还是结合布料的复古野餐垫，都凝聚着这片土地的文化智慧，让人爱不释手。苑里除了田园和工艺，还拥有迷人的海岸线，镇子往西不远便是出水海滩和苑港渔港。一早可以到渔港看看每日拍卖的新鲜渔货，热闹的叫价声中，各种海鱼、螃蟹、透抽在河内活蹦乱跳，展现大海的丰饶。到了傍晚，来海滩散步则别有一番风情。金色夕阳洒在沙滩和波浪上，几艘小渔船悠闲地停泊在岸边，远处传来阵阵海浪拍打防波堤的声音。一对老夫妇漫步在水边，牵着手看着落日余晖，背影被拉得长长的，
画面温馨又浪漫。院里的海滩不像知名风景区那般人山人海，更多时候是静静的、原始的状态。细白的沙中夹杂些许贝壳碎片，赤脚踩上去微微刺痒，却很舒服。海风吹来，有咸咸的味道，也带来阵阵稻草与红砖的气息。因为附近就是居民聚落和稻田。是啊，在院里，土地与海洋离得如此之近，稻田几乎一路延伸到海边。这种山海相连的景致，在台湾西部实属难得。如果时间充裕，不妨在院里住上一晚，体验小镇的夜雨晨。夜晚的院里格外安详，街道行人稀少，只剩路灯与星光相映。一些老宅的红砖墙在昏黄灯影下透出岁月的温暖，偶尔传来狗吠或猫头鹰低鸣，更显寂静。你可以挑间民宿住下，多数民宿主人热情又健谈，乐意与客人分享院里的点滴。或许他们会告诉你哪家牛肉面是镇上隐藏的美味，或者哪片田野里藏着巨大的彩绘稻田图案。到了清晨，别错过山脚社区那边的景致，那儿有一所著名的山脚国小，创立于日治时代。校园里至今保留着4栋古雅的日式木造宿舍，晨光洒落在木造校舍的长廊和榻榻米上，整个院子静谧无声，仿佛连时光都不忍打扰。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脚下是光滑的榻榻米，鼻端可闻淡淡的木头与稻草香气，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气息。据说这些宿舍早年是日本教师的住所，其中还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教育故事。如今校方将其整理成文化空间，偶尔办展览和工作坊，让人们在欣赏建筑之美的同时，领略在地工艺与文史。如果你站在校园后方的小丘上俯瞰，眼前整个院里盆地风光尽收，东边连绵的苗栗丘陵，西侧一线蔚蓝的海岸，中间则是棋盘般的农田村庄点缀。晨雾犹如轻纱在田间流动，太阳缓缓升起，染红天际，鸡鸣声此起彼伏，小镇从睡梦中苏醒。那一刻，你会觉得身处的不是现代社会，而是某种悠远的田园诗篇。院里，这座弥漫蔺草幽香与古早人情味的小镇，用最真实淳朴的面貌迎接每一位来访者。没有矫饰与喧嚣，只有日常的美好与朴素的温度。正因如此，他在2019年全台经典小镇票选中勇夺第1名，赢得了无数旅人的心。或许繁忙都市生活久了，我们都渴望这样一种回归简单的体验。闻闻稻草香，看见红砖老屋在夕阳下泛着暖光，和淳朴的居民聊聊天，感受一下慢下来生活步调。在院里，你能找回那份久违的宁静与踏实。当你要离开时，也许会舍不得那迎风招展的蔺草田，舍不得那古老街巷里的微笑眼神，但别担心，院里的美好已悄悄印在你心底，成为珍贵的回忆。日后某个午后，再度闻到稻草或干草的味道时，你一定会想起这座温馨的小镇，以及在那里度过的悠然时光。第6名，淡水小镇。离开苗栗，我们北上来到大台北都会圈的一颗璀璨明珠淡水。淡水位于淡水河出海口，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自古便因水陆交通之便而兴盛。淡水河悠悠流过，注入台湾海峡，在河海交汇处孕育出这座美丽的小镇。许多人对淡水的第一印象来自于画作的淡水夕照出，或是一曲邓雨贤的经典老歌《淡水河边》，或许是在课本上读过19世纪宣教师马偕博士在淡水建立学校医院的故事。然而，亲自走一趟淡水，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它是浪漫的渔人码头夕阳，是热闹的老街小吃，是沧桑的古炮台与洋楼，更是台湾近代史的缩影之一。漫步淡水老街、重建街、中正路一带，犹如走进时光隧道与异国风情的交汇点。淡水老街紧邻河岸，全长不长，却摊贩林立，人潮熙攘。一路上，你可以尽情品尝各种道地小吃。Q 弹入味的阿给油豆腐塞粉丝配卤汁，是淡水独创的名点。卤得发黑却越嚼越香的铁蛋，小小一颗凝聚着鲜甜滋味。还有酥脆鲜美的淡水鱼酥，香浓的花生卷、冰淇淋、古早味、红豆饼、虾卷等，每样都令人食指大动。你会发现，老街的每个摊贩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那家百年鱼丸店，
祖上曾为淡水渔民将新鲜鱼浆手工捶打制成鱼丸，从清朝一路卖到现在，汤头依旧清甜鲜美。或者卖黑糖糕的阿嬷摊，蒸笼里的黑糖糕松软香甜，阿嬷说配方是他阿祖传下来的。在这里，味蕾就是最好的时光机，一口小吃就可能让你回味起淡水的旧日风情。走在淡水街头，不时可见马偕故居、牛津学堂、真理大学等多栋带有西洋风味的古建筑，那是19世纪末加拿大籍传教士马偕博士留下的足迹。马偕1872年抵达淡水，在此创办全台第一所西式教育机构牛津学堂，以及第一所西式医院护卫协医馆，把西方医疗与教育理念带进台湾。如今真理大学、马偕故居所在的校园面海而建，红砖外墙配上白色拱窗，优雅宁静。漫步其中，似乎仍可想见当年马偕带着学生在草坪上授课的画面，以及他迎娶台湾媳妇张聪明共同生活传教的动人篇章。隔壁的小白宫也是不可错过的景点。这座外墙雪白的平房带有南洋殖民风情，门前椰子树摇曳生姿。它原是清法战争后淡水海关税务司官邸，建于19世纪末。一走进小白宫的庭院，满园绿草与艳丽花朵交相辉映，轻轻闭眼，仿佛还能听到当年洋人在此举办花园茶会、谈笑风生的声音。再往前就是红毛城，又称圣多明哥城堡。这座城堡最初由西班牙人所建，后被荷兰人重修利用，如今成了淡水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之一。红毛城以红砖构筑，伫立在淡水河畔的小丘上，站在城墙边远眺，淡水河口风光尽收眼底，蓝绿交织的河水蜿蜒入海，两岸山峦叠翠，天际常有白帆点点。你可以想象数百年前此处驻守的士兵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着同样的景色。当年风云变幻，如今只剩旅人们悠悠兴叹历史的痕迹。护卫炮台是另一处见证历史的景点，清光绪年间为防御外敌所建。当年中法战争时，1884年的护卫之役，淡水郊外曾炮火连天，硝烟弥漫。如今炮台遗址空荡荡，几尊铁炮安静地沉睡在古墙间，炮口朝向远方的大海与天空。人们漫步其上，只见杂草在砖缝中顽强生长，仿佛时间治愈了一切创伤。炮台上树影摇曳，偶尔有鸟儿栖息在炮管上放声歌唱。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生死搏杀的战场。历史的沧桑在淡水被温柔地收纳进风景里，一如淡水河水不疾不徐地流淌，把过往种种都带往远方。如果只用一个词形容淡水，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会是浪漫。的确，淡水的浪漫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夕阳。当太阳西沉时，找个临水的位置坐下来，欣赏淡水八景之一的淡水夕照，天空逐渐从蔚蓝变为金黄、橘红、紫红，各色云霞烧染天边。太阳像一个温暖的红球，慢慢隐没在观音山背后，余晖为淡水河面镀上一层玫瑰金。此时河岸的人们纷纷举起相机，想捕捉这稍纵即逝的美景。年轻情侣在情人桥上依偎，让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长。老爷爷牵着小孙女的手，在堤岸边给她讲着从前的故事。当最后一抹霞光消散，夜幕降临，大家却依然沉醉在刚才那壮丽的景色中。有人说，看过淡水的日落，仿佛人生的烦恼都被融化在那片晚霞里了。入夜后的淡水老街依旧热闹，霓虹灯闪烁中，各种小吃摊位前仍排着长队，人们笑语喧喧，享受着夜市的魅力。你不妨乘坐渡船到对岸的巴里走走，夜风拂面，欣赏淡水镇的万家灯火倒映在河中，别有一番风情。如果选择留在淡水过夜，强烈建议到渔人码头去感受那里午夜浪漫。渔人码头有一座造型优美的白色拱桥，名叫情人桥。长长的斜张桥在灯光映照下，仿佛一尾闪亮的鱼跃出水面。桥上不时可见年轻人吹着海风聊天，还有人偷偷挂上写满心愿的同心锁。码头边有乐团在露天演奏轻柔的爵士乐，几艘观光船停泊摇晃，远处还能望见淡水河口黑暗中灯塔的微弱闪烁。这一切组成了淡水独特的夜景，既有年轻的活力，
又有岁月静好的安稳。淡水被誉为北台湾历史文化的缩影，确实当之无愧。在这座小镇，你可以追寻古迹遗址里的开拓故事，品味老街巷弄中的市井温情，感受河海交融的壮丽自然。不论你是历史爱好者、美食饕客，还是浪漫旅人，淡水都能满足你。来淡水走一遭，你会惊喜地发现，原来繁华都会之外的角落，竟藏着如此丰富多元的宝藏。一趟淡水之旅，既像读完一本精彩的小说，又像看了一场动人的电影，更像饮了一杯余味悠长的红酒，令人回味无穷，心生向往。难怪许多人说，淡水是去过一次还想再去的地方。或许那是因为每次到访，你都能在这里找到不同的感动与收获吧。第5名，南庄小镇，告别海风。我们转往山林怀抱，走进苗栗山区的一颗明珠南庄。南庄乡位于苗栗东北的群山之中，四周群峰环绕，溪流纵横，孕育出富饶的林木和茶园，也孕育出多元的族群文化。这里曾是塞夏族和泰雅族原住民的居地，后来客家人、闽南人相继迁入，使得小小山城融合了多种传统。虽然偏居山中，南庄在100年前可是繁华一时，因为林业、煤矿和樟脑产业而兴旺。当时矿工、樵夫、商贩云集，街上店铺酒家一家接着一家，非常热闹。然而随着天然资源开采殆尽与产业转型，南庄渐渐沉寂下来。也正因如此，南庄保留了丰富的自然生态和怀旧风情。一走进南庄老街，仿佛就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这条著名的桂花巷充满甜美的气息和浪漫的故事。南庄老街并不长，主要集中在永昌宫附近的中正路和周边小巷子里。然而短短数百公尺的街区却暗藏惊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气派的永昌宫，这是供奉开张圣王的客家人信仰中心。庙前广场热闹非凡，小贩们摆满了客家特色小吃和农特产品，有用桂花腌制的桂花酿，甜香宜人；有传统手工豆干，号称丈母娘豆干，入口细致，有淡淡烟熏味；还有客家小炒、野菜板等等，看得人口水直流。顺着庙城旁一条石板小巷走进去，就是桂花巷。这名字得来并非虚传，早年巷内外种满了桂花树，每逢秋季桂花盛开时，整条巷弄弥漫着金桂飘香。当地人喜欢摘下桂花酿酒或泡茶，因此桂花巷也成了桂花美食的集散地。走在巷内，古老的木造店屋鳞次栉比，不少仍保留着日治和民国早期的建筑风貌。巷子虽窄，但两侧屋檐下挂满了红灯笼与手绘招牌，氛围温馨可爱，空气中飘来阵阵香甜啊，那是桂花汤圆的味道。循着香气来到一家摊子前，碗里雪白的小汤圆撒满金黄的桂花糖蜜，一口咬下软糯香滑，甜而不腻，满嘴桂花幽香，仿佛连心都被融化了。再往里走，有卖桂花冰淇淋的，桂花酿茶的，各种创意吃法让人大呼过瘾。在这桂花巷中，嗅觉与味觉的享受与周遭古雅环境融合，给人一种幸福的怀旧感。走到桂花巷巷尾，一处名为水便头的老洗衣池映入眼帘。这是一方用石头砌成的长方形水池，紧邻着蓬莱溪支流的引水道，清澈的山泉水源源不绝地流过。池边石板已被岁月磨得光滑，中间略有凹陷，那是昔日无数妇女在此跪洗衣物留下的痕迹。相传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南庄的主妇们总爱聚在这水便头洗衣洗菜，敲敲打打，边劳作边话家常，笑声常伴，溪水潺潺。如今洗衣池旁搭了凉亭，供游客小憩，但眼前古朴的洗山坑依旧在静静诉说妇女们昔日的日常。坐在池边闭目聆听，仿佛还能听到隐约的洗衣棒敲击节奏和爽朗笑语回荡山谷，那画面令人莞尔又感动。南庄之美不仅限于一条老街，顺着老街漫步过康济吊桥，长约100米的吊桥横跨蓬莱溪谷，桥身微微晃动，但安全稳固。站在桥上极目远眺，只见溪谷青碧如黛，两岸翠竹林立，
溪水在岩石间跳荡出白色水花，四周是沁人心脾的负离子山峰。据说以前桥未建时，对岸居民与老街往来需涉水或绕远路，自从有了这座桥，方便许多，也成了南庄风景的一部分。过桥后是曾经的南疆老街所在地，如今虽大多毁于岁月，但仍能看见几户闽南传统三合院人家散落在田野间，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片田园牧歌景象。附近还有蓬莱溪护渔步道沿溪而建，可以赏鱼观蝶，听溪观鸟，生态丰富。如果正值4、5月份造访，更有机会目睹山林绝景，油桐花海。南庄乡每到初夏，山坡上满满的油桐树开出白色桐花，繁花如雪覆盖山头，微风吹拂如雪花飘落，故有5月雪的美名。走在油桐花小径，脚踩片片花瓣，抬头花团锦簇，仿佛闯进童话仙境般，令人沉醉。除了自然风光，南庄也有属于自己的产业与人情。这里水质纯净，孕育出优质的茶叶和美酒。若时间充裕，可以去参观南庄酒庄或茶园，品一口当地酿的桂花酿或苦茶油酒，酒液划过喉头，带着淡淡桂花与谷物香，温醇而顺口。或者啜一杯南庄红茶，那滋味甘醇带蜜香，迥异于常见的茶款。南庄居民大多勤奋踏实又热情好客，如果恰逢假日或节庆，常能遇上当地社区自办的小型活动。在广场上，阿公阿婆身着客家蓝衫，跳起欢乐的客家八音舞，孩童们嬉笑追逐，旅人们也不由自主随着音乐拍掌摇摆，整个小镇弥漫欢乐的气氛。每年夏末秋初，还有南庄音乐节在溪畔草地举行，民谣歌手轻吟浅唱，萤火虫在夜空中飞舞闪烁，音符与重光交织，让人难忘。夜晚的南庄是静谧中的温馨，入夜后老街游客散去，只剩些酒馆和民宿透出光亮。你可以找家摆有卡拉 OK 的怀旧小餐馆，听在地人大方清唱陈年老歌，或者干脆散步回到吊桥上，欣赏满天星斗倒映溪水，偶尔听见溪畔传来几声青蛙鸣叫和蟋蟀低吟，山风轻拂脸庞，让人心境格外平和。远处有昏黄路灯照着巷口的老邮局、老派出所，那些斑驳的木窗与墙壁上老旧的标语，都提醒着人们，这不是人工打造的舞台，而是真正生活过的地方。很难得，在现代化的社会里，还能找到像南庄这样将生活与风景浑然融合的小镇。有人这样形容南庄，怀旧不是刻意，而是与生俱来。的确，南庄不需浓妆艳抹，它的美来自本色，来自光阴沉淀下的质朴与真诚。多少游子初到南庄，为眼前老街的简单所动容，又为桂花的甜香所迷醉，等到离开时，才惊觉已深深爱上这里的山水与人情。南庄教会我们细细品味生活的滋味，在平凡日子里找出甜蜜与感动。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钢筋丛林，不妨来南庄走走，给心灵放个假。这座客家小镇会用它满满的桂花香和亲切的笑脸，疗愈你的疲惫，温暖你的记忆。也许多年以后，你还会忆起那条桂花飘香的小巷，忆起南庄溪畔的星光，嘴角浮现微笑，那是南庄留给你的永恒礼物。第4名，九份小镇。说到九份，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往往是夜色中灯笼高挂，石阶曲折的小巷，那充满魔幻的氛围仿佛动画电影的场景。位于新北市山城的九份，是一座挂在山腰上的小镇，面朝太平洋，背靠基隆山，因金矿而兴，亦因金矿而衰，其兴衰故事如同传奇。九份这名字的由来颇具趣味。相传清代初期，山上这里只有9户人家，购买货物时总习惯9份9份地一起定，以方便山下船运上来。久而久之，这地方便被称作九份。后来1890年代发现金矿，九份瞬间繁荣，成为全台著名的淘金小镇。走进九份老街，映入眼帘的是蜿蜒的石板路和比邻而建的老屋。整个小镇依山而建，街道顺着山势起伏，许多房子屋顶竟与上一层街道持平。
最著名的莫过于树旗路，也就是所谓鸡山街。这条老街狭窄熙攘，各种小吃和特产店铺满两旁。你可以买到香 Q 弹牙的芋圆来一碗，软糯芋头与波薯制的汤圆配上甜汤，吃在嘴里滑顺清甜。或尝尝当地草仔果，以艾草入料的绿色糯米糕中包裹花生或豆沙，吃来清香又有嚼劲。还有九份鱼丸、红槽肉圆、烤山猪肉等，每样都别具风味。脚踩青石板阶梯，边吃边逛，时而有顽皮的猫咪踪影穿梭脚边，时而可透过缝隙瞥见远方一片碧海蓝天。海天交界处常有云雾漂浮，如梦似幻。当白日里游客熙来攘往，九份的美已颇引人入胜。但真正在许多人心中，九份最迷人的时刻是黄昏与夜晚。入暮时分，山城灯火初上，一盏盏红色灯笼挂满街巷，古老的日式木造茶楼挑出2层阳台，传来阵阵茶香与笑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阿妹茶楼，据说是电影取景灵感地之一。茶楼外观是橙红灯笼高挂，多层楼阁错落的景象，远远望去仿佛童话城堡。在这里泡杯热茶，俯瞰整个九份山城与远处海天交融的景致，教人恍惚间分不清今夕何夕。一阵山风吹过，灯笼轻摇，仿佛在低语欢迎访客。夜色渐浓时，整条树旗路灯火通明，红光映照着石阶小路，犹如流动的红色河流。街边有艺人在拉二胡、小提琴，悠悠乐声在山间回荡，引人驻足倾听。还有些老房子改装的民宿、酒吧，透出温馨的黄光，旅人们在里面畅谈笑闹。一时间，整个九份仿佛化身不夜城，又融合了怀旧与时尚的双重面貌。除了风情万种的街巷，九份还承载着丰富的矿业历史。日治时期，九份与邻近的金瓜石合称小香港，矿产经济带来极大繁华。当年灯红酒绿、戏院茶楼林立的场景，在历史记录里清晰可见。你可以造访九份金矿博物馆或矿工旧道等景点，亲身体验矿工当年的生活。沿着昏暗的矿坑隧道摸索前行，头顶水滴偶尔坠下，四周静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与心跳。想象一下，100年前的矿工们就是在这样逼仄幽暗的环境中开凿岩壁、开采金矿，他们的汗水和生命融入了这片山脉。出了矿坑，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又是山城的明媚阳光与笑脸盈盈的游客。强烈的对比下，令人生出对矿工前辈无限的敬意与感叹。九份也曾经历过衰退与蜕变。1940年代战后，金矿渐渐枯竭，小镇人口外移，长期陷入沉寂，甚至一度变成沈默的鬼城。许多房舍废弃，街上空空荡荡，杂草丛生。直到1989年，电影《悲情城市》在九份取景上映，九份怀旧美景骤然跃入国际视野，小镇才重新热闹起来。随后观光潮涌现，昔日宁静的山城再次人声鼎沸。只是这次来的是全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旅人。虽然游客众多，让九份变得商业化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人们对九份独特氛围的喜爱，才让这座原本没落的小镇重获新生。如今的九份在观光与保育之间寻找平衡，老街保留了古早味的同时，也引进了许多文创小店和咖啡馆。你可以在一间装潢怀旧的生平戏院，如今改为展示馆里，看看早年电影放映机、老戏票的展览。也可以走进某个巷口的工艺店，欣赏以九份猫咪、矿工题材为灵感的明信片、书签与手工艺品。每当夜深人静，游客散去后，小镇又恢复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传统市场里，婆婆妈妈一大早就开始张罗隔天的食材。庙口长椅上，老矿工们吞云吐雾谈天，聊着往事。一只花猫懒懒地趴在红灯笼下打盹。此时的九份褪去了观光盛装，露出他真实淳朴的日常脸庞。这种双重性格使九份愈发迷人。有人说，九份是山城中的诗篇，白日一张，夜晚一张，各有韵味。白日里他热情地招呼八方来客，用美食美景款待你，而夜幕降临后，他又温柔地搂着自家的猫与回忆入眠。在九份，你既能体验喧闹，
又能找到静谧。若站在观景台远望，你会看到点点灯火排列成曲线，那就是9份山城的轮廓，如同天上的星座降落凡尘。无论你从世界哪个角落来到这里，都会被它温暖的光芒所吸引。9份小镇是令人魂牵梦萦的地方，一旦来过，灯笼红，山城月，海雾白，这些意象将深深刻印在脑海中，萦绕心头不散。第3名，北埔小镇。接下来我们来到新竹县的一座客家传统小镇北埔。北埔位于竹东丘陵南侧的一个小盆地中，四面环山，小镇静卧在青山绿野之间。不要小看这幽静的小镇，在清朝时期，北埔可是客家人在北台湾拓垦史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清道光年间，1835年左右，一位名叫江秀鸾的客家义手率领垦民进入这片山区，建立了著名的金广福垦号，开始大规模开垦北埔一带。金广福垦号其实是一个武装拓垦组织的总部基地，他们建造了坚固的四合院建筑作为指挥所，这就是如今仍保存完好的金广福公馆。在那个时代，北埔一带曾爆发过多次与原住民的械斗与冲突，金广福公馆既是垦守宅地，又兼具防御工事功能，可说见证了一段血与火的开拓史。如今走进金广福公馆，只见它坐落在北埔老街的一隅，朱红大门，四角高耸，门楣上金广福3个大字遒劲有力，令人肃然起敬。踏入其中，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垦号会众集结、商议拓垦大计的隆重场景。公馆内保存的文物、器具默默诉说着客家先民如何在异乡站稳脚跟、建立家园的故事。北埔老街不长，大约200公尺，但古迹密度极高，被誉为全台古迹最密集的街区之一。短短一段街上就有金广福公馆、国定古迹、江阿新洋楼、限定古迹、慈天宫、限定古迹、天水堂、秀鸾桥等等古色古香的建筑。漫步其间，老屋林立，青石板路面，处处透着浓浓的怀旧氛围。慈天宫是北埔居民信仰中心，主祀观音，也兼祀关公。庙宇虽不大，但香火鼎盛，尤其每年农历春节和观音诞辰时分外热闹。客家人舞龙舞狮，办平安戏，让小庙前的广场人潮满满。江阿新洋楼就在慈天宫旁边，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2层楼，宅地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弧形阳台和山墙装饰，却又保有闽南传统民居格局。据说是当年北埔富绅江阿新为彰显家族地位而建，洋楼里还曾接待过重要官员。如今这里成了一家特色民宿和咖啡厅，你可以坐在雕花木窗下喝杯咖啡，想象100年前达官贵人出入此门的景况，别有一番滋味。北埔老街的核心地段是一条名为中正路的短巷，也是往来的主要商业街。这里曾经商店林立，现今仍可看到一些100年老店的踪迹。最有名的是天水堂茶庄，开业已超过100年，当年是贩售茶叶、樟脑、布匹的杂货店，现在则专营高品质的东方美人茶。店面保留了传统骑楼式建筑的样貌，橘红色砖墙和半圆拱窗，古意盎然。你可以进去买一杯冰凉的客家擂茶，这可是北埔一绝。擂茶是客家人的特色饮品，由各种炒米、芝麻、花生和茶叶放在钵里研磨而成，加水冲泡后成为一碗香浓饱足的茶汤。传统上制作擂茶需要体验食指作歌、双手合力的过程，在石臼中推磨研碎食材，那画面就像一家人团聚、同心协力的缩影。所以喝擂茶不仅是享受美味，更是在体验客家的生活智慧。北埔的擂茶有甜咸2种口味，甜的是加糖与花生，咸的则拌入蔬菜和盐，每一口都既新奇又踏实，喝完全身舒畅。北埔除了擂茶，还有许多传统美食值得品尝。你会注意到街上有很多摊贩卖板条，那是以在来米磨浆蒸制切条的客家河粉，口感 Q 弹顺滑，搭配咸香的肉燥汤汁，是北埔人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道。另外还有咸猪肉、姜丝大肠这类经典客家菜，在一些老字号餐馆里可以吃到最道地的风味。咸猪肉以大量姜蒜与盐腌制，再烤或煎，肥而不腻，香气扑鼻。
姜丝大肠是把大肠卤得软嫩入味后切断，伴随爽脆，姜丝一起拌炒，酸辣开胃。当一盘盘料理端上桌，再来一碗用北埔当地出产的东方美人茶，温润入口，那感觉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客家人懂得在辛劳生活中创造美食乐趣，从这些料理中就能深深体会。北埔四周群山环抱，也造就了丰富的生态与户外景点。离老街不远有个北埔冷泉，泉水常年清凉沁骨，夏天时常吸引人来戏水纳凉。更棒的是，冷泉边上有不少咖啡厅和露天茶座，你可以泡着脚喝下午茶，欣赏山林美景与鸟鸣阵阵，好不惬意。喜欢健行的人可以沿茶园小径往山上走，北埔盛产茶叶，山坡上一片片茶园，绿浪随风，此起彼伏，如诗如画。运气好的话，4、5月还能看到满山桐花白或金黄油茶花开的景象，非常浪漫。登上山腰小亭远眺，北埔小镇尽收眼底，红瓦屋顶密集排列，其间点缀翠绿树冠和农田菜圃，一条清澈的宝山溪绕镇而过。天气晴朗时，远处还依稀可见新竹平原与竹科高楼的剪影，颇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北埔是一座让人感到格外温馨的小镇，也许是因为客家文化强调的诚意与勤奋，深深融入镇民生活，所以在这里旅游，你总能感觉被善意包围。路过茶园时，茶农会热情招呼你摘几片茶叶玩玩。走进老街小店，老板娘愿意花时间解说擂茶材料，分享祖传秘方。在巷口和当地居民借问路，他们会笑眯眯的，恨不得带你走到目的地。一颦一笑皆是真挚。夜晚投宿在传统三合院改建的民宿中，抬头可见漫天星斗，耳畔传来的是溪水与虫鸣。那一刻，你仿佛理解了何谓夜籁，大自然的乐音与内心的平静达成和谐共鸣。每年秋天时分，北埔附近的柿饼农园就开始忙碌起来，成排金黄饱满的柿子在竹架上暴晒，空气中满是甜丝丝的果香。虽然严格说那柿饼之乡在新竹临近乡镇，但许多游客也会一并造访，顺路品尝柿饼与擂茶的绝妙搭配。甜蜜软糯的柿饼配上一口清香微苦的擂茶，两种风味在舌尖交融，令人回味再三。北埔小镇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它将历史、人文与自然巧妙融合。有时你可能觉得它像个户外博物馆，满是古迹与故事，有时又觉得它是个大客厅，热情地招待每一位远方来的朋友，捧上香茶甜点，聊聊家常。漫步北埔，你既可好饮米酒，大块吃肉，感受客家汉子的爽朗，也能轻啜擂茶，细品糕点，体会客家妇人的细腻。这里的生活虽然简朴却富足，时间在此仿佛过得特别慢。当你在离开北埔时，不妨再回头望一眼那古朴的街景和青翠的山峦，也许此生还有机会再来，和这里的人们一起画桑麻、续茶米。而北埔的一砖一瓦、一茶一饭，将长久地停留在记忆里，伴随你走向远方。第2名，三峡小镇。我们的排行榜来到第2名，名副其实的文化之镇，新北市的三峡。三峡古称三角涌，取3条河川大豹溪、三峡河、横溪在此交汇之意。这座位于大汉溪畔的小镇，自清代起便因水运便利而成为樟脑、茶叶的集散地，富庶一时。如今的三峡少了往日货船穿梭，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艺术气息让它成为台湾最具魅力的小镇之一。提起三峡，人们立刻想到的是那条著名的三峡老街。走进老街，仿佛误入欧洲某个古城小巷，又或者来到100年前的台湾市集。只见街道两旁连绵的骑楼拱廊，以红砖和洗石子建成，融入了巴洛克风格的优雅柱头与线板，却又是以东方传统的吉祥图案浮雕，可谓中西合璧，相当别致。骑楼下的地板用5颜6色的鹅卵石拼出花纹，每隔几步就能发现瓷砖嵌成的精美图案，有的是麒麟狮子，有的是花卉鸟雀，还有的是茶叶樟脑意象，暗示着过往的盛产物。午后阳光穿过拱廊的柱列，洒下斑驳光影，
眼前这一幅古典而雅致的画面令人沉醉。三峡老街不仅建筑美轮美奂，里头的店铺更是琳琅满目，各具特色。一路上你可以买到传统染坊里制作的蓝染手帕。衣裳三峡自古是蓝染重镇，植物染料染出的三峡蓝曾名扬海外，如今几家工作室传承此工艺，游客可亲自体验扎染的乐趣，让一条白丝巾浸染出独一无二的蓝白图腾，那是一份专属于三峡的纪念品。走着走着，阵阵花生糖香味扑鼻而来，没错，是有名的三峡金牛角面包店就在前方。等等，花生糖怎么变成面包？原来金牛角是一种造型似牛角的牛角面包，馅料却是满满的花生糖碎粒与奶油，酥脆香甜，一口咬下齿颊留香，是三峡创意融合传统的代表小吃。附近还有一摊历史悠久的李氏手工面线，采用古法日晒面条，入口特别 Q 弹顺滑。再往前走就能看到祖传咸猪血糕，用糯米和猪血蒸制，切块裹花生粉与香菜，软韧咸香又带微甜，是台湾独有的美味。这每一种小吃背后都是一段家族传承的手艺故事，在这条老街上完美展现。然而三峡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长福岩清水祖师庙，俗称三峡祖师庙。这座庙宇坐落于老街一端，可说是整个三峡小镇的灵魂所在。祖师庙始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已具雏形，之后经历地震毁坏又重建，而现今看到的祖师庙以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著称，是20世纪中叶才大功告成的雕刻艺术殿堂。整座庙宇由名匠李梅树先生主持重建，他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观点，倾注毕生心血于此，历时近30年才完工。走进祖师庙，你仿佛置身艺术博物馆。抬头一看，屋檐梁柱上满是木雕和彩绘，龟兔赛跑、八仙过海、24孝等民间故事活灵活现。石柱上盘龙雕刻一丝不苟，龙鳞在光线下熠熠生辉，柱顶石狮怒目圆瞪，张牙舞爪，栩栩如生。连屋顶的胶纸陶剪年也是色彩鲜艳，飞龙走兽跃然其上。传说当年李梅树为营造庙中光影效果，特地调整格局，让自然光线可以巧妙投射在神像与雕刻上，增添立体感。难怪许多艺术学子专程来此写生研究，只为亲眼目睹这雕刻艺术的极致成果。庙内供奉的清水祖师佛像慈眉善目，镇守着这方水土。每到重要节庆，祖师庙里锣鼓喧天，香烟缭绕，信徒络绎不绝。即使你不特别信仰，也会被这里庄严又美轮美奂的氛围深深震撼。三峡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孕育了诸多文人雅士。祖师庙对面的李梅树纪念馆展示着这位大师的画作与生平，让人了解他如何爱乡爱土，并以艺术反哺家乡的故事。你或许会发现，在祖师庙壁画中出现的少女形象，其实是李梅树先生自己的妻子。这样浪漫的彩蛋让人莞尔。此外，三峡也是书法重镇，因出了一位书圣于右任先生，他的故居芝山岩也在三峡境内。有兴趣的人可以前往探访，在苍玉山林间感受书法家的豪放气质。走出祖师庙后，不妨前往附近的三峡历史文物馆瞧瞧。这座文物馆藏身于一栋日式老建筑内，前身是三峡郡守官邸，如今里头展示许多关于三峡的老照片、生活器物和族群故事。透过那些发黄的照片，你可以看到清末明初三峡河港停满木筏，码头人拉肩扛运送樟脑与茶叶的景象，也能看到日治时代街上洋行林立，儿童穿着和服在学校礼堂前留影的光景。走出馆舍，恰好傍晚时分，建议到三峡河岸散步。现代的河堤公园修筑得整洁漂亮，还有可爱的青蛙公主装置艺术点缀，落日余晖洒在河面与老街建筑上，天边几抹彩霞倒映在水中，一群白鹭正沿河飞回巢。这般宁静的风景，很难想象100年前河上千帆竞发的热闹，不禁让人对时代变迁心生感慨。夜晚降临，三峡呈现截然不同的风貌。老街的拱廊下挂起橘黄色调的昏黄灯泡，把拱门影子拉得长长的。许多店铺关了门，只剩几家餐馆，
冰店和土产店还在招呼零星客人，微风带来淡淡茶香与河水的潮湿气息，在静谧街道上漫游，仿佛自有一番风雅。你可以选择在老街旁一处古色古香的茶馆坐下，点盏油灯，品一壶当地碧螺春或包种茶，茶香萦绕中，遥想昔日文人墨客在此把酒论诗，颇有穿越时空与古人对酌的错觉。如果碰巧遇上下雨，红砖街道在雨水冲刷下格外鲜艳，一把油纸伞，一袭旗袍走过，更增几分民国旧梦的浪漫。三峡人的生活至今仍保有不少传统闽南与客家习俗，每逢年节，祖师庙前的广场就挤满了办年货的人，糖果、春联、灯笼满目，孩子们拿着捏面人和糖画笑逐颜开。元宵节有绕境，花灯展出，尤其祖师庙前的广场上会悬挂各式艺术花灯，把小镇点缀得流光溢彩，宛若童话世界。三峡镇民彼此熟识，走几步就能碰上邻居、亲戚，闲话家常几句。这种亲切的人情味让外来的旅人也感受到被欢迎与照顾。若你在路边买水果，摊主或许会多塞几颗李子给你，路上吃一句慢走哦，道出浓浓的善意。难怪有人说三峡是一座艺术与人情并存的城镇，它用精雕细琢的建筑和美食款待旅人的五感，又用人们发自内心的友善温暖旅人的心。在这里，你能同时感受到文化的厚度与生活的温度。站在祖师庙前回望老街，脚下是百年历史铺就的道路，远处隐约可听到三峡河水潺潺。一阵晚风徐来，你突然明白了，三峡的美不仅在眼中所见，更在那无形的气韵，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当你离开时，或许会带走一瓶蓝染染料或一包茶叶，但真正留在你记忆里的将是三峡无可取代的风华。第一名，池上小镇，终于来到榜首。荣登第一名的是台东县的池上乡，一个仿佛可以当作幸福代名词的小镇。池上的美是许多人心目中台湾乡村风光的极致代表。一提到池上，你会想到什么？是辽阔无垠像绿色地毯般的稻田，还是伯朗大道上那棵孤独却浪漫的大树，亦或是一个简单却承载满满故事的铁路便当？池上的魅力既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也来自人与土地的和谐共处。在这里，你可以真切体会到何谓人间天堂。池上位于花东纵谷中段，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东边是海岸山脉，西边是中央山脉，北接关山，南通鹿野。由于山谷地形宽广平坦，土壤肥沃，池上自日治时期起就是重要的农业区，被誉为米乡。池上米在台湾可说是声名远播，晶莹剔透，软硬适中，香甜弹牙，每年还常在比赛中获奖。相传蒋经国先生当年巡视东部，品尝池上米后赞不绝口，要求中央厨房专用，从此池上米身价大涨。今天池上米依旧是全台顶级米的代表，甚至出口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尝到台湾稻米的甘美。走在池上乡间，你会发现整个村落仿佛被绿浪包围，春夏之交的稻田青翠欲滴，一阵风吹过如碧波荡漾，秋收时节则金黄灿烂，阳光下仿佛金色海洋随风翻滚。无论哪个季节来，总能领略到大地丰收或孕育的壮丽场景。远处山峦连绵，天际云朵变幻，白鹭时而成群飞起，时而静立田中，构成一幅和谐动人的田园画卷。来池上，伯朗大道绝对是不能错过的景点。这条田间小路因一支咖啡广告而一夜爆红。广告中，金城武骑着脚踏车漫游田野，在大树下品尝咖啡的情景，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于是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想亲眼看看那株传说中的金城武树。伯朗大道原本只是水泥农路，两旁没电线杆，建筑物遮蔽，视野极为开阔。当你踩着单车行进在大道上，眼前只有笔直的道路伸向远方，两旁是平坦广袤的稻田，令人不由自主地想深深呼吸。空气是甜的，混合着稻香与泥土气息，阳光是暖的，洒在肩头仿佛爷爷的手掌般慈爱。
那棵大树孤独地站立在田中央，其实是老樟树，枝繁叶茂，像一把巨大的绿色伞。许多游客会在树下合影留念，模仿广告中悠闲喝咖啡的姿态，也有人干脆席地而坐，看着变幻的云影发一下午的呆。这棵大树不仅见证了池上田野的春秋冬夏，也见证了一颗又一颗向往田园的心。在这里，你仿佛忘了时间的存在，只想让心绪随着稻浪和风儿飘扬。除了博朗大道，池上还有大坡池值得一访。大坡池是一座天然湖泊，湖面不大，却静谧优雅，被青山环抱着，如翡翠镶嵌在绿野间。湖畔建有木栈道与赏景亭，可以环湖散步。清晨，湖面升腾薄雾，白鹭丝划过水面，荡起涟漪，恍若仙境。黄昏时分，夕阳把湖水染成一片玫瑰金，倒映着远山剪影，一对对水鸟悠闲地游弋。湖边居民还设有生态解说牌，介绍湖中盛产的野生菱角与水生植物。若是秋天到访，还能看到湖面盛开大片睡莲与大王莲，花香阵阵，吸引无数蜜蜂和蜻蜓飞舞，其乐融融。池上乡还有个别致的小地方，值得驻足：池上车站与稻米文化馆。池上车站是一座小巧的日式木造车站，深棕色木板墙面和白色窗棂，简朴而美好。每当火车进站，一阵轰隆声过后，小镇又恢复平静，仿佛时间放慢。车站对面就是池上饭包文化故事馆，顾名思义，这里展示的是池上饭包铁路便当的历史。早年台铁对号列车上供应的池上便当，使用特制木片盒绳装，内有卤蛋、豆干、肉块、时蔬，搭配一球池上米饭，因风味淳朴、分量实惠而名噪一时。故事馆里收集了各种怀旧饭盒、老照片和便当票券，勾起许多人搭火车旅行的美好回忆。更棒的是，你可以在旁边的池上饭包店买一份现做的池上便当，坐在月台边，一边听火车鸣笛，一边享用。阳光下，木盒散发淡淡木头清香，揭开盖子，一阵米饭香扑鼻而来，淋上特制卤汁的猪排，咸香松软，一口白饭一口菜，仿佛将池上土地的精华品尝进肚里。对许多人而言，来池上吃便当是一种朝圣，吃的是美味，更是情怀。池上人珍惜上天赐予的丰饶，亦懂得与自然共生共荣。这几年池上推动休耕期莲花种植与办理稻田艺术季，每到夏季，部分休耕田里莲花盛放如粉红地毯，引来旅人赏莲拍照。秋收后，艺术家们把稻草打包扎成巨大的创意稻草雕塑，有稻草编的牛呀、龙呀立在田间，与青山为伴，趣味横生。这些活动不仅美化了农村景观，也提升了农民收入，可谓一举多得。池上每年还举办秋收稻穗艺术节音乐会，在金黄稻田中央搭建舞台，邀请管弦乐团现场演奏。当悠扬乐声响起，四周是收割后的田野和远山暮色，那画面与意境令人永生难忘。池上之美也体现在朴实的人文风情上，这里的居民大多勤劳且友善，与旅人之间形成自然的互动。在田埂边拍照，农夫可能会停下来和你聊聊今夕收成，甚至摘几只新鲜稻穗送给你做纪念。走在村子里，恰逢谁家在办喜事，热情的主人家也许会邀请你一起吃半桌喜酒，让你体验东部乡村的浓浓人情味。池上的孩子放学后喜欢三五成群跑到田野抓蝴蝶、踢足球，有时也凑到观光客旁边，好奇地看着相机里显示的自己的家乡，一脸骄傲又腼腆的神情。这一切生活场景对城里人而言仿佛难以想象，但在池上却是寻常日常。这种贴近土地的生活方式让人重新思考幸福的定义。或许幸福并不需要奢华的物质，而是晴天里有田可耕，雨夜里有家可归，身边有笑脸相迎的邻里。当然，池上也有其现代的一面，譬如台东跨县市自行车道经过池上，许多单车客慕名而来，在此稍作休憩补给，也有年轻人在此开启咖啡馆与民宿，用新潮设计为小镇注入活力。但让人欣慰的是，无论如何发展，
池上依然守护着那片最珍贵的稻田。就连当年米易进口冲击之际，池上乡亲仍坚持以有机、友善耕作，提升米质，不走透支土地求产量的捷径，换来如今池上米的金字招牌。这种与土地共生的理念，也正是池上散发迷人魅力的原因之一。有人说，去了池上，你才知道天堂不是想象中的模样，而是真实存在于人间。在池上，你可以躺在田埂上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发呆，可以清晨5点起床，为了一睹曙光洒满稻田的刹那，可以静静坐在湖边，听自己心跳的声音。在这里，时间仿佛不再主宰一切，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平静与满足。没有熙攘车流，没有浮华喧嚣，有的只是大自然毫不保留的疗愈，以及人们最纯真的笑容。如果你有幸走遍池上每一寸土地，你会发现这里处处皆风景。白天看田野、湖泊、群山，夜晚赏星空、萤火、稻火，四季更迭，各有千秋。春赏莲，夏观荷，秋收获，冬候鸟。池上就像一本百读不厌的诗集，每翻一页都有新的惊喜与感动。如今我们的榜单已经揭晓了台湾最美的10个小镇，从稻米飘香的关山到古韵犹存的鹿港，从历史开拓的安平到蔺草幽香的苑里，从夕照余晖的淡水到桂花满溢的南庄，从灯火迷离的九份到人情浓郁的北埔，从意韵洋溢的三峡到田园诗化的池上，每一站都有截然不同的风情，每一处都值得细细品味。如果你已经去过其中3个，那真要为你鼓掌，因为你一定感受过那些不同的感动。而如果你有机会全部走访过来，那么恭喜你，你所拥有的是何等丰富而美好的回忆。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这份名单之外就没有别的小镇之美了吗？当然不是，台湾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处处有惊喜。但我们相信，这10座小镇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极致，或是自然之极致，或是人文之极致，而串联起它们的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与坚持。旅行不只是看风景，更是在不同地方遇见不同的自己。在小镇漫步，你或许能找回在都市丛林中遗落的初心。那些年我们追逐繁华，如今才发现心底最向往的其实是简单的幸福。当你听着蝉鸣蛙叫入眠，当你望着漫天繁星惊叹宇宙之大，当你与陌生的镇民相视而笑，不需要言语也倍感温暖。那种踏实又充盈的幸福感，是任何奢华饭店和娱乐场都无法给予的。最后，如果你还没去过上述任何一个小镇，不妨从现在开始计划一趟吧。去闻闻稻田和海风的味道，去听听老街和寺庙的故事，去尝尝街角小吃的滋味。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最迷人的风景可能不在繁华的都市天际线，而是在这些看似平凡却蕴藏惊喜的小地方。等你真正走过、看过、体会过，你就会明白，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街一人，都足以让人感念良久。祝福每一位旅人都有机会亲身感受这10大最美小镇的魅力，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台湾小镇能被我们发现、珍惜，成为下一个让人惊叹的所在。愿我们都能在旅行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珍藏更多的幸福片刻。